这盘我送你呢，块要2个，要4块啊。您是时间长了，它不成糯状了，就稍微有点苦。低蛋。先拿你单吃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，这里是天津最火爆的西北角早市。有种打趣的说法，能让天津人6点钟就爬起来的事情只有一件，那就是去西北角吃早点。而现在一大清早就爬起来去西北角排队的，是来自全中国各地的游客。这里一个个摊位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为的就是吃上一口地道的天津美食。来西北角其实很方便，地铁1号线直达，站名就叫做西北角。西北角是这一带居民区的总称，各种早餐摊位和店铺就分布在居民区中。西北角众多的美食大致可以分为3类，第一类是各式的早餐，第二类呢是天津的小吃，像是各种糕点、烧饼、酱牛肉等等。第3类就是老饭馆。西北角这里的馆子大多是清真的，可以说是天津的回民街。这边排起长队的是卷大饼的摊位，在天津有大饼卷一切的说法。这边价目表上的东西都是卷在大饼里的，像是卷圈儿3元一个，各种炸鸡排是10块钱一块儿。这边的土豆丝呢是论夹的，1元钱一夹。还有炸藕盒、炸茄盒，也是在当地常见的夹在大饼里的配料。这就是可以卷万物的大饼了，1.5块一角。大饼里涂上面酱和辣酱打底，喜欢辣的口味呢，还可以再加上辣子，还有孜然。之后夹上鸡排、卷圈、鸡蛋等等自选的配料，卷大饼就做好了。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早餐，保证了1上午的精力充沛。另外，这一份卷大饼里夹的是卷圈和炸藕盒。再来1夹土豆丝儿，用多少钱？旁边的小伙子又点了1串假里脊，还有1夹土豆丝。这样一大份的卷饼算下来是9块5毛钱。卷大饼的摊位对面就是著名的天津煎饼果子了。常说的一套煎饼果子是单蛋的，价钱是7元钱。如果自带鸡蛋的话，会少1元钱，是6元钱一份。做煎饼的原料是石磨磨出的面糊，上面打上鸡蛋，先煎熟一侧，之后翻过来再煎另外一侧。里面会夹上炸好的薄脆，摊有鸡蛋的一面呢是煎饼果子的最外层。有那个蒜蓉哈，来一点就行。在天津当地，涂抹酱料的工具还保持着传统的老样子。在2017年的时候，煎饼果子制作技艺还入选到了天津市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。隔壁这家卖的也是在天津非常传统地道的小吃切糕。切糕呢，大致分为2类，豆馅儿和小枣馅儿，都是糯米加上各种馅料蒸熟而成。像盒里的这些驴打滚、麻团儿，
也是在天津当地常见的黏食。切糕因为本身很黏糯，所以在切的时候很有讲究。刀呢需要蘸水，切下来的一片切糕撒上白砂糖，糯叽叽的裹着金丝小枣和红豆沙馅儿，很好吃。在西北角和天津其他地方，常见到店铺写着天津黏食。所谓的黏食呢，就是以糯米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软糯香甜的点心了。这家是阿米尔大叔烤馕店，一个馕的话4元或者5元钱。西北角是天津回民的社区，所以在这里也不乏能见到新疆的美食。眼前这个就是馕坑了，馕呢就是在馕坑中烤熟的。馕源于波斯语，意为面包，所以烤馕大致就可以理解为是新疆的烤面包吧。有一种说法也体现了馕在新疆饮食中的重要性，宁可3日无肉，不可1日无馕。这样味儿，吃饭。这边摊主娴熟制作的就是馕的面饼了。而烤馕表面的花纹纹路呢，就是像盖印章这样制作出来的。西北角曾经是天津市内最大的回民社区，拆迁前有2.6万回民，占当时天津回民的1/5。90年代中期，西北角开始拆迁，其中的回民呢，也陆续分散到城市各处。目前，西北角仍旧是天津重要的回民社区，以清真南寺为中心。分布有许多好吃的回民小吃和店铺。这边又是一份新疆美食的摊位，烤包子，有牛肉馅儿的，也有羊肉馅儿的，都是5元钱一个。烤包子呢，也是在馕坑中烤制而成的。与我们常见的蒸包子不一样，烤包子的包子皮儿是用死面擀薄制成的，四边呢折合成方形，把包好的生包子贴在馕坑里，10几分钟之后就烤熟了。有烤切带不没？你们是直播是吗，小姐姐？
在我刚要走的时候，旁边的一位本地大哥叫住我，说让我等一会儿，就会见证包子皮儿由白到焦黄的精彩瞬间。看到了没有？旁边的大哥在问我看到了没有，大家都有看到吗？之前还是白白面团的包子皮儿，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些焦脆，同时内馅中的油脂也开始慢慢渗出。一炉是220，这一炉是220个。对，哇！一炉220个包子，一天竟然要卖出去10炉。做好的烤包子，外皮黄亮，入口皮脆肉嫩，味鲜油香。这里的6元套餐是天津当地最常见的卷饼方式。这样的一个卷圈夹到大饼里，外加一个熏鸡蛋，6元一套沉甸甸的卷饼早餐。这边的早餐都可以外带，像是传统的锅巴菜、豆腐脑、烧饼、油条。这是天津当地的麻酱烧饼，里面是红糖甜口的，非常好吃。2元钱一个，看上去个头不算大，但真的一个烧饼吃下来很顶饱的。这边的传统烧饼店有各种内馅儿，一个烧饼在1.5块或者2元钱。糖果子也是天津当地传统的小吃，现炸现卖，热乎乎的甜酥美味。这边还有炸油条，趁热吃香酥可口。13我买的。我知道他那个大的。给我来一个那个糖饼，那个来1张。还没人我给我。正好。好嘞，再来4根果子啊，姐姐，把钱先给你了。支付宝到账6元。这牌我送一张。西北角因为是天津的回民社区，所以好多清真的牛羊肉铺也聚集在这里。不仅仅吃早餐需要早起，有时候想要买到上好的牛羊肉，也需要赶早过来。盒子里的呢，就是酥脆的天津麻花了。这些都是在京津一地常见的糕点种类。这是糕干，等一会儿呢，我们会看到现场蒸制的糕干。还没得吧？还有一部大糕。不是。大糕。包了。我是不是也包？别看这个，我这没看这个，讲2个。家里的早餐如果是粥的话，可以配上一些腌制的酱咸菜。这里酱八宝菜是15元1斤。
酱辣椒，后面是辣白菜，最后呢是甜口的辣萝卜。这个是地环，又称为螺丝菜，经常被制作成腌制的酱菜，价位是20元一斤。这是整颗的糖蒜，外皮上的深褐色呢是来自于醋的颜色。我们之前进来的地方其实是西北角的一条小支路，穿行在当地的居民区中，一路向前，不一会儿我们就会到达西北角的核心美食区，也是游客最密集的地方。听出租车司机说，从他知道西北角这个地方以来，这里一直是很火爆的。只不过在以前，光顾西北角的是以天津当地的居民为主，而现在呢，这一带将近250家商户中，经营食品的就有200多家，并且大多以清真食品为主，其中不乏100年老店，金门一绝。有的时候，一个小推车，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儿，都藏着尝过忘不了的味道。有公开数据可以查到，自2023年以来，西北角地区日均往来的食客在1万到2万人次，双休日的时候可以达到4万到5万人。在2023年5·1小长假期间，日均客流量竟然高达10万人次。这里呢，就是西北角清真南寺的所在地，也是西北角的核心区域。环顾一下四周，看看这些人流量，不愧被称为全网最火爆的天津早餐地。这座清真南寺始建于1819年，嘉庆24年，2001年的时候重修了大殿的屋顶，将原有的灰筒瓦改为了现在的绿色琉璃瓦。对，清真寺前这家火爆的馆子，主营的是面茶和锅巴菜。老板正在做的就是面茶。面茶呢，其实并不是茶，是薯子面或小米面煮成的糊糊，口味咸甜。最为讲究的是面茶上必须淋上芝麻酱。啥在这儿似的？这一份在盛的是天津特色锅巴菜，天津话又称为疙巴菜。锅巴菜是以绿豆、小米磨成浆，摊成薄厚均匀的煎饼，天津人俗称为锅巴。晾干后切成柳叶形的小条，浸在素卤料中。锅巴菜小份6元，大份7元；面茶呢，小份是7元，大份是8元。此外还有豆浆是1块钱1碗，烧饼呢是1块5一个。每家商铺的门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天津的早餐不仅种类丰富，而且价位也不高。走，那边。不能搁这堵着呀。这边大家排队在等的是现做的糕干。糕干是由米粉做成的，颜色雪白、细腻、清甜。2个红果，2个豆沙。将大米粉与绵白糖、茯苓等混合后进行发酵处理，需要5天左右。等发酵之后，取出米粉装入模具，上锅蒸大概30分钟，下屉后晾凉，糕干就制作而成了。糕干有豆沙馅儿和红果馅儿，都是2块5一块儿。糕干是天津的传统特色，其中以杨村糕干最为正宗，
始于明代初期，历史悠久。周恩来总理曾将阳春糕干作为国礼赠送给国际友人。西北角这一带还分布着一些老饭馆，做的都是老味儿清真天津菜，像是牛肉烧麦、牛肉饼、红烧牛窝骨、锅塌三样等等。这里几家早餐店的门前也是排着长长的队伍，大家都穿着厚厚的羽绒服，耐心地等待着心中那一份向往的天津老味道。这边又是一家火爆的切糕店铺，豆馅儿和小枣馅儿都是14元一斤。小枣和豆沙放在一起的，就10块钱的，一共10块钱的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好多牌子上都写着金门或者天津卫。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滨海地带，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，故被称为金门。而天津卫呢，是明代的一个军事编制，这里的天指的是天子，津呢是渡口的意思，卫是明朝的军事制度，因此天津卫的意思就可以理解为天子渡过的军事重镇。西北角一带因为日趋火爆，也成了来天津的打卡地之一。因此，在西北角居民楼的外墙上，也常见到文艺美食的粉刷图画。像这面墙就很有趣，介绍的都是地道的天津方言。像这一句“排队的人可海了去了”，形容的应该就是眼下这样的场景吧。在前面不远处，我们又要看到大排长队的盛况了。确定是他家吗？里面是锅巴菜呀。这边的老式糕点核桃酥上面真的有核桃仁儿。平日在超市里，桃酥也是很常见的，但是都没有核桃仁儿。今儿我觉得有点火啊。来吧，我先挂我。巧克力的再装。这里卖的是现做的油炸糕，
天津的地道小吃之一，2.5块一个，里面是满满的红豆沙内馅儿。把你送豆子送成给忘了，您还在我直播间了，好，感谢对咱们的支持啊！这会儿就见了，每天关注一下啊，天天关注咱们。这边的烧饼有不同口味的内馅儿，大都是2元钱一个。眼前深色的，这是天津当地的麻酱烧饼，里面融入了红糖，甜香可口，非常好吃。那好使啊！各种牛羊内脏下货，或许游客们买的少，但却是当地人喜欢的食材。不太好，不太好。来一个白糖热的哈。这是传统小吃熟梨糕，10元钱8个。熟梨糕其实与梨无关，它里面的梨字应该与梨字相通，意思是熟梨。熟梨糕是由大米粉制成的，放到木甑中，上锅蒸1分钟就熟了。你去啊，去吧。蒸熟的米糕上可以再加上各种口味的果酱。牙膏吗？嗯，谢谢。肉梨糕。这边是连续几家的早餐店，可以等位置在里面吃，像是煎饼果子、锅巴菜，还有豆浆、卷圈等等。开这个买点面肠不是？坐桌那儿等会儿要不去。这真手机，我的，对吧？来帅哥，大哥，8元没有，西北角就咱们这西北角都没有，要别叫河北咱也就济南叫。这边也是一家熟梨糕，这样一份是10元钱。哎，是。好，啥也没有。啊，也没啥人呢。来，小姐姐，您的来给我。下一份就是您的啊，你看一眼去，看一眼去。我这有草莓的。正味斋，那边人不多吧？就聪明。这两家就是最好的。行了，谢谢。我拿着煎饼现做的铁板烤肉夹馍，听着油滋滋的响声，一下子食欲就被激发起来了。人就长这儿了。等一会儿啊，马上就好啊。这从春节前到现在吃第3回这玩意儿，就是那个。哦，是羊腿。1元。
这边等着买卷圈的同样是长长的队伍。6元套餐是1角大饼加1个卷圈，再加1个熏鸡蛋。12元。我要这个。这边正在制作炸制的就是卷圈了。卷圈的内馅儿是豆芽菜、香菜以及腐乳汁。一起包裹在豆皮儿中，两边用面糊封口，之后呢入热油中炸熟，外脆里香。起初我以为卷圈是单吃的，但本地一般用大饼夹着吃。尝过之后才知道，卷圈的外皮极薄，内馅的豆芽湿润松散，且口味偏咸。与大饼卷在一起，确实是很好的搭配。清真老味酸梅汤，现捞现卖啊！热的，喝点热的，老少了吗？清真老味酸梅汤，现捞现卖啊！热的，喝点热的，老少了吗？清真老味酸梅汤，现捞现卖啊！热的，喝点热的，老少了吗？好，味道。这个。还是多少钱？还要价吗？不用，24。我操！再拿一个大一点呀！再拿一个，这真漂亮袋。师傅，您再给一袋啊！多十几，这里的手工传统元宵，好多自驾过来的游客买回去，中午回家就可以煮着吃了。师傅给我2袋，我这分3份的，大的。这个都是什么味儿？那就原味儿。高点的是高点的。没有。这有保质期吗？龙须酥是传统的甜品小吃，外观洁白绵密，细如龙须，入口即化，甘甜酥脆。据说龙须酥已在民间流传了2000余年，原名是银丝糖，直到雍正年间，
龙须酥才名声大振。这里有一个小故事，说是一天，雍正皇帝设满汉全席，宴请文武百官。当御厨现场制作龙须酥的时候，雍正皇帝见其手法娴熟，似游龙舞凤，手中的糖丝雪白纤细，像降龙之须，于是便赐名龙须酥。自此呢，这道美食小吃也就传遍了大江南北。这些都是天津特色的传统中式糕点，又叫白皮糕点，或者直接被称为白皮儿。我们常听到的老八件儿，说的就是采用山楂、玫瑰、青梅、白糖、豆沙、枣泥儿、椒盐儿、葡萄干儿8种馅料制作而成的点心。这些传统的老式点心，还有天津麻花和年食，都是很有特色且很受欢迎的。好多游客在走之前常常会过来买上一些带回去。这哪有歌的？上面酱的，那是粘的天的就好吃。你看整熟了以后弄的。买棒吗？要买这个。行吧，这炸糕那是没人乱吃。谁的？这份20元。我走了，没事儿。我吃，你吃，咱俩吃。看一下手底糕，馅好面好。龙须酥蓝色往外翻。这家卖熟食的清真店铺也很有名气，尤其是酱牛肉。不仅是游客，好多当地人也会一大清早排队过来购买。酱牛肉是68元1斤。来一份尝尝。天气都快凉了。我以后再买穿一道火鸡的。你那人还我妈也你妈。前面这清真南大寺的牌坊，对应的就是西北角中的清真南寺。如今这座老牌坊也算是西北角美食区的地标了。出了牌坊，便是天津市区清晨繁忙的街道。我一伸手就这么拔牙肉。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，便是地铁站的入口。沿途的早餐店依旧排着长长的队伍。好啦，这就是天津西北角的美食早市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